出逃2年，繳納18億罰款後，他在英國重獲自由。上面這位梳着大背頭，坐在遊艇上一臉得意看着鏡頭的男人，名叫蘇濱海。別看他今年只有37歲，人生經歷可謂精彩至極。單說國籍，在法律層面上，蘇濱海至少擁有4個祖國。第一個自然是生他養他的中國，第二個是讓他發家致富的柬埔寨，第3個、第4個分別是名不見經傳的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以及加勒比海島國聖基斯。以為這就完了？不，他還持有新加坡和英國的永居權。為了安全，別人講究狡兔3窟，蘇濱海直接搞了個狡兔6窟。蘇濱海為何如此缺乏安全感呢？因為他做的生意見不得光。簡單來說，他早年在東南亞經營網絡賭場，就是那種美女荷官在線發牌的類型。發財之後，又利用手中掌握的灰色渠道幫人洗錢。據說前後經手的贓款高達160億，按照30%的抽成計算，僅洗錢這一項，蘇濱海可能就賺了50個億。如此大的盤子，自然不是他一個人能玩得轉的。蘇濱海背後其實是一個龐大的跨國洗錢網絡，而這個網絡的核心正是以他為首的福建幫。福建幫顧名思義，是以福建人為主的金融犯罪團伙，骨幹成員共27人，其中1半人都姓蘇，很有可能是蘇濱海的同鄉或同族。他們在新加坡開設了多家金融公司，表面上看都是很正經的理財投資機構，背地裡卻幹着洗錢的勾當。儘管我們尚不知道福建幫具體的洗錢手法，但是可以從2年前轟動一時的鬥魚案中窺見一斑。當時東南亞電詐集團想把贓款轉回國內，其中一條重要的渠道就是給鬥魚平台的某些主播瘋狂打賞，一夜能刷出上百萬的禮物，主播只能分到很少一部分，主要是賺個人氣，大部分收益則被鬥魚平台及背後上游的金主瓜分。如今鬥魚老板陳少杰已經落网，但是在東南亞為他牽線搭橋介紹洗錢業務的人尚未現身，蘇濱海很有可能就參與在其中。儘管2個人同屬一條利益鏈上的螞蚱，命運卻大相徑庭。陳少杰身陷囹圄，等待法律的審判，蘇濱海則成功逃往英國，在繳納巨額罰金後重獲自由，如今正在歐洲度假勝地開着私人遊艇，摟着女伴，喝着紅酒，過着神仙般的日子。那麼蘇濱海是怎麼逃掉的呢？據新加坡方面透露，警方行動前有人向他通風報信，抓捕當天蘇濱海不敢待在家裡，而是讓司機開着豪車帶着他在新加坡四處轉悠，觀察各出入口的情況，確認尚未封關後，他又緊急聯繫了在印尼、迪拜、馬來西亞等地的同夥，核實警方確實要動手了，立刻命令司機返回加州。僅用了10幾分鐘，他就收拾好了行李，帶上20多塊百達翡麗的名表，大搖大擺的從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陸路口岸駕車出境。新加坡警方撲了個空，27名福建幫成員僅落網10人。蘇濱海抵達馬來西亞後，憑借聖基斯的護照順利登上飛往英國的航班。更離奇的是，他的妻子1天後也未受到阻攔，從新加坡直飛英國。2個月後，他的父母和孩子也順利抵達倫敦，一家人整整齊齊在異國團聚了。新加坡警方氣急敗壞，隨即向蘇濱海發出全球通缉令，但是雙方並未徹底撕破臉。經過長期談判，蘇濱海放棄對新加坡境內約16億人民幣財產追索權，並且承諾永不踏足新加坡，以此換取警方撤銷全球通缉令。新加坡的問題剛解決，英國人又找上門來。英國警方凍結了蘇濱海在英購置的9套房產和2間恐龍化石，要求他說明資金来源。根據英國法律，犯罪所得不得用于本地消費。像蘇濱海这樣國際知名的通缉犯，他的錢怎麼可能乾淨？自然拿不出合法收入證明。於是他乾脆不裝了，攤牌了。問英國人怎麼才能放過自己？英方開出條件，所有在英資產必須公開拍賣，拍賣所得75%上繳英國政府，他本人只能保留25%。如若同意，此事就此了結。蘇濱海在英國的資產總額約2.6億人民幣，法拍後還能剩下6500萬，何樂不為呢？換句話說，他花了2個億為全家在英國買了一張自由通行證。有人質疑英國警方的做法是縱容犯罪，英方解釋稱，我們未收到新加坡警方的正式控訴，依據疑罪从无的原則，蘇濱海在法律上依舊是無罪的。而新加坡方面呢，27人落網10人，跑了17個，早已颜面尽失，哪還有精力繼續追捕？只要能沒收非法所得，人和錢總得留下一個，也就作罷了。我們復盤一下，從許家印妻子丁玉梅開始，今年已經有好幾個在國內惹上麻煩的人選擇逃往英國。之前還不理解世界這麼大，為何偏偏鍾情英格蘭？看了蘇濱海的經歷後，終於明白了，在這個國家，自由是明碼標價的。這裡是率真財經，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歡迎大家關注，主頁有更多精彩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會。